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在古代传说中，经常会提及人类一些超凡的能力，诸如他们可以不借助任何外力，飘飘欲仙，从地面上升起来。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，这些被称为漂浮者的人，其实也大有其在。在英国大百科全书中，就记录了许多懂得悬浮术的巫师和其他有超凡能力的实例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段漂浮者的真实视频。其实这样具有漂浮功能的人还真不少。在印度北方的边远山区纳米罗尔村，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，名叫巴亚米切尔。他修炼瑜伽功有40多年了，据说他的身体能在山林上空漂浮，如同仙人。美国物理学家卡莱曼斯教授曾在印度各地多年，他决定去拜访这位超人。和他同行的有印度著名的生物学家辛格、米巴尔教授、人体型功能学者雷曼尔博士及美国科学与生活杂志的记者等。纳米罗尔村地处边远山区，道路艰险，人们要骑马步行10多天才能到达，这里几乎与世隔绝。卡莱曼斯教授一行人到达后，拜会了米切尔。这位老人长着浓密而长的银色头发、胡子，浓眉下的锐利眼神俨然一副哲学家的风度。他能讲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。当卡莱曼斯教授问巴亚米切尔能否展示一下超人的功能，漂浮上天空时，老人马上回答可以，并请众人在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时，在他独自居住的茅舍门前观看。第二天一早，卡莱曼斯教授等人早早的就聚集在了茅舍门前，而巴亚米切尔则盘腿坐在门前的一块薄毯上，闭目养神。当时人们的目光、录像机镜头、各种探测仪全集中在米切尔身上。大约在2到3分钟之后，只见他身体轻轻上升，约升到10米高时，他改变了盘腿的姿势，伸出双臂，如同鸟儿的翅膀，开始旋转飞翔。浮在半空中的米切尔像进入浑然的忘我状态。这一情景真令人目瞪口呆。大约在空中漂浮了30分钟左右，米切尔的身体开始摇动，接着以水平状态慢慢下降。通过仪器，几位科学家发现，当米切尔慢慢升空时，探测仪测出从他身上喷出了一股气流，把他托起。80公斤体重的人升空需要相当大的能量，这股气流和能量是从何而来的呢？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。美国科学与生活杂志记者史密斯目睹了现实生活中的真正超人后，心中无比振奋，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。史密斯提出用重金聘请巴亚米切尔去美国做表演，不过巴亚米切尔很有礼貌地回绝重金之聘。他说，我是个虔诚的印度教徒，练瑜伽功有40年了，在这深山丛林中安静的生活，对金钱名利早已淡薄了。当几位科学家问他是如何练成这奇妙的功夫时，巴亚米切尔很认真地回答，这必须经过严格的精神训练才能学到这门技巧，而肉体上的训练更为艰辛。只有精神高度集中，才能将人体内潜藏的巨大魔力解放出来。这些话并不能解除科学家们心里的疑问，人体内潜藏的魔力到底是什么？是如何突破物理学上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呢？无独有偶，在中国也曾有过一段真实的飞人采访视频。当时这位中国飞人直接来了一场腾空表演，只听他嗨的一声，他双盘离地足有40厘米，只是位置已向前移动了几十厘米，最后竟从圈子中央飞到了旁观者旁，其间的距离超过150厘米。这位飞人名叫包雄涛，今年38岁，现受聘于浙江大学搞气功科研。23岁那年，他随一位法师云游四方，这位法师见他心诚，便向他传授藏密功。据仪器测定，在包雄涛练功时，他的脑功能比常人高出200倍以上。常人完全安静时的脑电图记载为9到12赫兹，而包雄涛仅5.07赫兹。据参加实验的学者反映，在包雄涛静止发功时，坐在他周围的人都自觉地安静下来，而后大脑变得十分清醒。
看到这里，你以为漂浮者只是近代才出现的吗？其实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漂浮能力者了。考古学家们在印度曾发现过一幅巨大的石雕，它绘制的是印度2000年前恒河流域的曼达尔平原景色，完全是以高空鸟瞰角度绘制的。可是那个年代并没有直升飞机，人们又是怎样从高空来绘制的呢？最终，他们在印度的古书、佛经上找到了相关记载。原来，早在2000年前，佛教的高僧们就能毫不费力地飞向天空，而这幅石雕正是当时他们将空中所看到的景色绘成的巨画。回顾下本世纪至今被人所目击到过的漂浮事迹，其实漂浮者的事迹在我们生活中时有发生。比如1910年，英国著名的探险家彼得·亚巴尔到缅甸北部丛林考察探险，在一座边远山区的大寺庙里认识了一位修行老僧。这位老僧每天早晨在寺院门前静坐10多分钟，然后盘坐的身体慢慢升空，在深山的丛林上空飘一圈，才慢慢地落到地上。亚巴尔被这一神奇情景惊呆了，他用照相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这位修行僧空中漂浮的镜头。回国以后，他在英国卫报发表了自己拍下的照片及自己看到的升空情景。当时有些英国科学家们不相信，认为亚巴尔是幻觉，中了一些宗教巫师卖弄的障眼法伎俩。亚巴尔坚决否认，他认为自己当时头脑清醒，目睹的情景真真切切。这位僧人在做人体高空漂浮时，并没有邀请他观看，是他偶尔碰上的，根本没有什么障眼法之说。还有1912年，法国的探险家欧文·罗亚尼在尼泊尔和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一带考察探险，他请了一位西藏喇嘛做向导。这位藏人喇嘛在走路时竟脚不沾地，似漂浮前进。喜马拉雅山一带积雪很深，罗亚尼每进一步脚都陷在雪里，而要跋涉前进非常艰难。而这位藏人喇嘛行走时脚不沾雪，非常轻松，并且时时在拉他前进。如有一阵风来，这位喇嘛的身体如同树叶一样，身体飘起，随风前进。最令欧文·罗亚尼惊奇的是，这位喇嘛带着他过康尔尼峡谷时的情景。这道峡谷200多米深，100多米宽，如果爬山越过，需要大半天时间，而且非常危险，因为无道路可行，随时可能跌入峡谷中，不粉身碎骨也要跌成重伤。罗亚尼正为过峡谷需要冒险发愁时，喇嘛弯下腰，把罗亚尼背在身上，要他别害怕，闭上眼睛。罗亚尼突然感到身体飘起，睁开眼睛一看，他惊呆了。喇嘛背着他腾云驾雾地在空中飞行，仅仅几分钟时间就越过了峡谷。他实在难以相信，在这荒凉的雪山地带，竟有如此本领的奇人。罗亚尼返回法国后，把这位藏人喇嘛随风漂浮的照片和自己的奇遇写成文章，登在了《巴黎时报》上。而印度的军事学家更是早就注意到这种人体漂浮术确实存在，甚至还设想把它用于军事作战。组织一支超人的军队，那就不怕敌方的地雷、坦克、导弹、轰炸机的攻击，随时可以突击到敌人的后方，击败对方，就不必再花更多的钱研制尖端武器。不过，印度的一些科学家却认为，这样的设想很难实现，因为当前科学家尚弄不懂人体漂浮是如何形成的。当今为世人所了解的4种力量，即重力、电磁力以及2种合力之外，我们只能假设还有第5种力量。而这第5种力量又是如何从人体产生的，又如何推动人身升空，至今仍然是一个谜。如果人体漂浮术确实存在，今日的物理学原理就彻底被推翻了。当然，如今的科学水平尚不能解释自然界中的所有特异现象，特别是瑜伽术的超越冥想功，更难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。印度的物理学家辛格瓦杰巴博士观察研究人体漂浮术多年，也接触过几位有此功能的人。令他奇怪的是，这些人都隐居在深山大泽之中，从不愿展示自己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他们的行为方式及逻辑思维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，让他们讲解此功是如何练成的就更困难了。
此外，瓦杰巴博士曾用了好几种现代物理探测仪器来探测其中的微妙，不过均无结果，并且越研究越感到这是奇妙的神话，令人难以理解。所以，瓦杰巴博士认为，印度军事家想把人体漂浮术用到军事作战方面，那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幻想。要揭开此谜，尚需要更长的时间。只有当人类的科技水平能真正发现、挖掘人体内潜在的特殊功能，才能揭开谜底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，在众多人体漂浮的个案中，绝大部分的成功者都是对宗教抱有热诚，信奉神秘主义或心灵主义。但至于为什么宗教信仰会让人产生如此如同超人般的能力，只能待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